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周呢，我们迎来了币圈人万众瞩目、引颈期盼、等待已久的全面式雪崩下跌的另外一个消息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矿卡呢 LHR 版本终于可以100% 的解锁了。今天呢，就来玩玩看咯。OK，let's go。这支影片呢，我们会讲一下整个使用上的流程，跟我实测之后的结果如何。那些参数跟详细的操作，我会整理成文章放在资讯栏那里。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在那取用，也比较方便。OK， 那首先呢，我用的是这个 NBMiner 搭配我们的币安。之前呢有讲过NiceHash 或 BetterHash 其他的，我之前有用过，但其实有好有坏啦。可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是币安，因为币安连上矿池之后，它每天挖到的矿是直接进到你币安钱包，你就省了那些转账啊、管理什么的，那可以省掉一些手续费跟麻烦。可是呢，有好有坏，就是像 NiceHash， 它是你断线的时候，它那个 App 会跳通知提醒你，这是一个它的优点。可是呢，币安虽然不会，但我上面有其他的 App 在跑，所以我断线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收到通知啊，这就看你使用上的选择。那因为币安它整个资源度比较广，所以操作上很方便。那我这也是使用币安搭配 NBMiner。NBMiner 呢，它最近推出这个 4.1.3 版本，应该是4.1版的时候就已经号称100% 的解锁算力。我手上这里是一张3070 LHR， 我们来看，就来实测看看。它这边有写的是建议的 driver 版本 12.5。哦，不对哦，上面这个是 512.15， 那你就打那个，你就 Google 搜寻 NVIDIA 512.15， 去找到那个 driver 装一下。我装的时候，它那个按一按就下一步就装完了，可是它最后一步有卡住，它某一个东西装不上去，但那其实并不影响。我直接关掉之后去看我的版本是已经顺利升到 512.5 这样 512.15 这个建议版本。那接着你就是把 NBMiner 这整包下来，解压缩之后，我们要挖的是 ETH， 那这里去编辑它。换成你自己的矿池跟钱包，那它后缀是可以带上就是 Core Memory 的参数这样子，这样你每次 run 起来的时候就直接点这个，就不用去拉那个Afterburner 这样。那我资讯栏也会留下设定的方法。编辑完之后储存，记得 run 的时候要用那个。就是以管理员身份去执行它，这样它才可以顺利去解锁你的 LHR。接着我们要来做调教，可以看到算力是顺利的解锁了。原本大概40到45浮动的算力呢，解锁之后可以到6亿，超过6亿哦。可是现在这个功耗200多的话，会非常耗电，而且也伤你的卡。那我们现在要把它调下来。我这也是刚刚已经大概看了一下，所以我这里也会组自己的参数。大致上呢，就是把主频跟记忆体频率，还有那个power limit 3个参数后缀带在刚刚那个 batch 档里面去 run 它。那实际上的数值最后，如果我还有调整的话，我会整理在资讯栏那里。那所以你在资讯栏那里就可以看到我最后使用的数值。这边可以看到是我现在运行的结果，它功耗大概是120到25左右，然后算力是维持在6亿。OK， 那现在这调教的结果是蛮满意的，就让它这样运行了。OK， 那我们这周就到这里咯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